人突然发现潘多拉星球的天空竟突然闪现一颗异常刺眼的星星，他瞬间意识到这是人类军队的飞船卷土重来了。下一秒，烈焰便吞噬了半边森林。飞船驶过的轨迹上，草木瞬间化为焦土，望着远方滚滚的黑烟，绝望像潮水般将杰克淹没。自从协助纳威人击败人类后，他和奈蒂莉陆续有了4个孩子，其中还包括好友格雷斯用阿凡达生下的一个女孩奇莉。谁也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，但杰克依旧将奇莉视如己出。不久后，人类基地重建，杰克带人袭击了运输列车。列车脱轨而出，双方空中部队交手，展开了激烈枪战。人类的直升机接二连三坠落，地面部队随后赶到，开始搬运物资。杰克提醒大家，务必在2分钟内撤离，防止敌军增援。这时，杰克的2个儿子奈特亚和洛克偷偷降落到地面，想去领一把枪。杰克注意到后，刚准备提醒，敌军增援赶到。杰克快速穿梭在炮火中寻找大儿子，好在奈特亚受伤不算严重。杰克扛起儿子，准备返回大本营。自从家园树被毁后，他带领剩下的族人迁居到了哈利路亚山脉。刚落地，杰克就忍不住指责奈特亚，身为长子，他没拦住弟弟去冒险，就是最大的失职。奈蒂莉有些不忍心。你对他们太严厉了，我还以为他们回不来了。杰克的语气不再坚定，他有了软肋，所以做事也会变得瞻前顾后，不会再像从前一样无惧生死。深夜，孩子们回到人类基地。当初一部分科学家选择留下，他们和纳威人关系很好，其中就包括迈尔斯之子蜘蛛。他从小和纳威人一起长大，幻想有一天能够成为他们。虽然孩子们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玩，但奈蒂莉始终对蜘蛛心存芥蒂，毕竟他是敌人留下的血脉。不久后，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人类基地，从上面走下一支阿凡达小队，为首之人正是迈尔斯的克隆体。自从他本体死后，上头派了新的领导人阿德莫，负责这里的一切军事指挥。阿德莫向迈尔斯介绍了来这里的最新任务。超导矿石不再是人类的主要目标，地球即将完蛋，他们需要把潘多拉改造成人类的新家园。但现在杰克成了计划的最大阻力，他所领导的地空部队配合紧密，频繁袭击人类的地盘。每次袭击完，所有人会迅速返回位于山脉内的岩洞里。阿德莫也曾派人去袭击过杰克的大本营，却屡次遭到本地生物的骚扰，所以他希望迈尔斯带领小队骗过本地的生物深入腹地。很快，一架飞机降落在森林里，迈尔斯小队开始深入寻找纳威人的踪迹。奇莉继承了母亲爱好植物的性格，时常与兄弟姐妹到森林玩耍。然而这次，他们却在地面发现了阿凡达的脚印。意识到外敌入侵，他们没有第一时间告诉父母，而是选择深入。与此同时，迈尔斯也来到被废弃的人类基地，这里已经许久无人踏足。他看到了自己的尸体，也敏锐地察觉到附近的异常。洛克看到眼前这些陌生人，终于想到和杰克联系。杰克当即命令他带着弟弟妹妹们撤离。不料在返回途中，最小的图克不小心被人抓住。孩子们不是迈尔斯等人的对手，很快都被抓了起来。看着眼前的混血种，迈尔斯猜出他们是杰克的孩子。Where is he? 洛克宁死不屈，迈尔斯也不废话，直接抽出刀走向奇莉。蜘蛛挣扎着说出人类语言，引起了迈尔斯的注意。他看着眼前的人类男孩，总觉得似曾相识。在听到蜘蛛的名字后，他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儿子。但由于他是克隆体，对本体产下的孩子没那么深厚的感情，于是直接呼叫支援来带走人质。迈尔斯通过机甲的数据备份，看到了多年前那场生死之战。他眼神有些复杂，抓起头骨直接捏了个粉碎。他痛恨以前那个弱小的自己，也对本体的死感到了愤怒。此时杰克与奈蒂莉先飞机一步赶到，孩子们注意到熟悉的气息靠近，下意识观望四周。奈蒂莉躲在树后发出信号，孩子们交换了一下眼神，迅速明白了含义。与此同时，杰克提起利斧，从背后偷袭。奈蒂莉也举起弓箭，对准了敌人。关键时刻，他却犹豫了，缓缓放下了手中弓箭，生怕会误伤到自己的孩子。片刻后，奈蒂莉稳定心神，再次举起手中弓箭，在看到敌人露头后，果断拉弓射箭。突如其来的袭击让现场瞬间混乱起来，孩子们挣扎着想跑。看到奇莉被抓，奈蒂莉又是一箭，孩子们顺利逃了出去。杰克从暗处现身，开始收割人头。迈尔斯却注意到杀死同伴的箭与自己尸体上的箭一模一样，他的嘴角露出了兴奋的笑。
喊住了奈蒂利。听到老熟人的声音，奈蒂利有些惊恐。迈尔斯趁着这个机会迅速指挥队伍开始移动，攻防阵型迅速展开。迈尔斯负责分散奈蒂利注意力，战友负责悄悄接近瞄准。就在他即将发动攻击时，背后突遭一发冷箭。奈特亚突然出现，不仅救下了母亲，也打乱了迈尔斯的计划，而他自己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，眼看就要殒命。关键时刻，杰克出现救了大儿子，并在落地的瞬间迅速发动反击，紧接着带着孩子离开了这里。奈蒂利也紧随其后。然而蜘蛛在逃跑途中不小心摔了下去，奇力想返回救人，被奈蒂利强行带走。此时增援飞机也已经赶到，迈尔斯从地上扛起受伤的蜘蛛，选择先行返回基地。杰克看着孩子们都安然无恙，才松了口气。听到蜘蛛被人抓走，他内心瞬间拉响了警报。回到大本营后，就打算带着家人离开，却遭到奈蒂利的极力反对。可杰克的担忧也不无道理。蜘蛛了解这里的一切，一旦他向敌军坦白，所有人都会有危险。现在迈尔斯的目标是他们一家，只要他们离开，族人就不会有危险。说服妻子后，杰克将族长的位置禅让给其他人，带着妻儿踏上了未知的征途。